头顶一块布，沙特王室那是真的富，总资产高达1.4万亿美元。买起东西来呢，那是专挑贵的不挑对的。但就算这么有钱，沙特王室也养不起一个女人，花50万就买条打底裤，奢侈品更是多到3个仓库都放不下。明明家产万贯，还偏偏喜欢赊账，甚至还逃单被抓，把沙特王室的脸都败干净了。她就是赖账王妃马哈苏德里。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苏德里的来历呢，可不简单。她是前国王最宠爱的一个女儿，宠爱到啥地步呢？为了能让苏德里继续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，那老国王就让苏德里嫁给沙特王储，也就是自己的弟弟，同时也是苏德里的大伯。这苏德里姿色不错，是中东出了名的美人。本来这王储以为是娶了个美娇娘回来，结果没想到什么美娇娘啊，完全就是娶了个祖宗回来。为啥这么说？因为等当了王妃后吧，日子过得那叫一奢华，平常出趟门身边都得跟着60多个人贴身伺候着，这么大的规模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皇帝出行呢。不仅如此，他买起东西来呢，从不看价格，只要自己喜欢。普通人可能难得会买一次奢侈品，苏德里是眼睛都不眨一下的，全款拿下。最夸张的是，他花了50多万就买了条打底裤，不是吧？这打底裤镶金戴银都不是这个钱吧？你说你买就买吧，关键是这些奢侈品，只要他用过第一次，就不会再用第二次，因为买的实在是太多了。苏德里还特意买了3个大仓库，用来放自己的奢侈品。好家伙呀，这只能说是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啊！大几十万就买条打底裤，这就是沙特王妃的含金量。你以为他出手阔绰这么挥金如土是什么阔主吗？实际上他买的那些东西呢，全都是赊账赊来的，而他本人更是奢侈品电榜上有名的老赖。不是说沙特王室有钱吗？怎么王妃买东西也要赊账呢？要知道王室有钱归有钱，但这不代表苏德里手上就有 money 呀。不过没钱也没关系，反正他认为自己身为沙特王妃，就算自己现在不给钱，等到后面自家王储丈夫肯定会给自己收拾残局，帮自己付钱。而那些被光顾的奢侈品店呢，以为来了个大客户能大赚一笔，谁知道居然是个老赖。不过碍于苏德里的身份，他们也是敢怒不敢言。本来还有点顾忌的苏德里，胆子一下就打起来了。但谁能想到，这赊账居然还赊出货了。在09年的一天，苏德里本来像往常一样逛奢侈品店，看他喜欢的就叫人拿下，也不管价格多少钱，然后就按照平常一样，留了张来日付款的空头支票，就准备一走了之。结果没想到这些店家直接就炸了。这是为啥呢？因为苏德里买的这些东西吧，总价值都有上千万英镑呢。说是来日，那谁知道这来日什么时候啊？于是这些人一边跑去把沙特驻法大使馆给围了，而另一边呢，把苏德里住的酒店给围了，同时还请了媒体，全世界宣传苏德里这位赖账王妃，说这能让苏德里自己产生羞愧，然后把钱给还了。但赖账成性的苏德里呢，压根儿不会管，反倒是沙特王室为了解决这个事情，不得不替他把欠款给付清。苏德里这一系列老赖行为搞得众人皆知，结果他自己啥事没有，该买还是买，反倒是沙特王室名誉受损，尤其是王储背上了不少的骂名，搞得自己在国内的声望都下降了不少，气得沙特王储一怒之下就和苏德里离了婚。而苏德里的老爸也是下了禁足令，把他给软禁了。等关了2年后呢，本以为苏德里会老实一点，结果没想到他还偷摸的跑到了巴黎，包下了一整层酒店，在那儿住了小半年，而费用呢大概是500万英镑。本来呢他是打算自己偷摸跑掉，逃单赊账的，结果却被酒店的工作人员给发现了，当场堵住，还打电话把警察都给叫了过来。不过遗憾的是，因为苏德里有外交豁免权，所以警察呢也只能把他释放掉。虽然离了婚，但为了王室的面子，苏德里的王储前夫有时候呢也会帮他还欠款。但随着前夫离世后，没了靠山的苏德里一下就销声匿迹了。而他特意买的3个仓库，里面专门放他这些年买的奢侈品，也被法院拿出来拍卖，用来还清苏德里欠的债务。说实话苏德里这个人呢，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，明明有卓越的身世，家里不缺钱，又嫁给了沙特王储，他的这一生本来应该让人羡慕才对，结果呢，他不但不珍惜，反而还不停的作死，不思进取就算了，还一味的穷奢极欲，最后名声差了，自己呢也没剩下多少钱，还落得了个销声匿迹的下场。他挥霍的不仅是金钱，也是自己的命运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现的小手给俺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